body like a smoothie, like something from a movie. We can make me feel some type of way. Eyes got kind of flirty, hands are pretty sturdy. Baby, I could dive into you any day, give me more, so much more. 欢迎回来洋洋的频道。之前我们带大家逛了龙山寺附近的北万华，这次我们决定再往南边走一点点。很多人想到万华就会想到龙山寺跟华西街，但其实南万华也藏着不少在地人喜欢的老店跟生活的风景。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慢慢走，看一看这里的人都吃些什么，逛些什么，也看看这一座老城区最真实的样子吧。Let's go! Go! 台湾人的习俗。今天的第一站呢，我们就从开业即将快要60年的蚵仔汤开始。这一间店呢，它叫做西园桥下蚵仔汤，它是因为以前开在西园桥下，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客人还是会叫它西园桥下的蚵仔汤。这一家店呢，早上8点就开门了，已经可以看到就是好多客人陆陆续续上门哦。和一般的蚵仔面线不同的方式是，它不是那种柴鱼蚵仔汤，它是那种比较属于清汤类的蚵仔汤，它的蚵仔超级饱满的，真的很大颗哎，超大颗的。在台北也很少看到这么大的。那听说这里的蚵仔都是使用东石蚵仔，每一颗都很饱满，它只裹上就是薄薄的一层粉而已。然后因为很多人都说吃蚵仔汤其实就是体力会很好啊，就是精神也会很好，所以很营养。所以它这一间又叫做营养蚵仔汤。我觉得在早上可以吃到这些满满的蚵仔，还蛮奢侈的哎。台味十足。好吃，超大颗的哎。这好像泰国的楼梯的。不像，因为泰国楼梯是软的，它是有自己的生命力，是脆皮的，可是还是有那个楼梯那种消暑感。它的那个蛋香蛮浓郁的，我吃了它的蛋香，香蕉的裹面在这边，很可口吧？香蕉。夏天就是要吃这种可口的那种消暑的食物。蛋包面啊，它好像也是1960年就开业的一间老店啊，凌晨3点就开哦。然后听说凌晨3点就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吃，因为好像听说这附近是华南市场嘛。对。对，所以很多人可能早上一上工前就要先来吃一碗热乎乎的蛋包面，就有精神了。传说是这样。那如果你点那个蛋包面的话，它会配一套汤，贡丸汤。里面的菜色也是非常的简单跟朴实，它就是有2个豆干、豆芽菜，还有一些榨菜丝。这家面啊，它比较有点家常面的口感，家常面的感觉，加一点巷口的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越朴实的面啊，你会觉得它很单纯，然后很好吃，你就单纯吃它面的那种香感。
哎，我本来要喂你吃，其实我自己想吃。从这边看，现在有好多树哦。对啊，其实现在有很多长起来的树。他说2棵树应该是这一棵跟这一棵树。这座公园呢、是见证了在地历史，名称由来是非常在地的哦，是1990年代当地居民为了争取台糖土地绿化而催生的成果。如果不是特别查资料啊，其实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日治时期的万华糖厂。当时这里啊被称为台北制糖株式会社，也是台湾整个最北部的一个制糖厂。听说以前在糖厂在运作的时候，整个街区都会围绕着制糖产业的发展，空气里啊甚至会飘着这种糖的甜味哦。哇，蚂蚁人一定最爱这里。甜甜的。旁边有一个剧场叫小剧场，这里有一个叫万座小剧场，是现代剧场。那它小剧场是成立在2006年的时候，其实它蛮多剧的耶。就是在法国它的变化是，它就是比较像是有一个叫达克这样的，就生日蛋糕就做达克式，所以这个是比较比较是发就是靠去西班牙。然后饼干跟饮料的话就比较就是靠西班牙那边，因为法国基本上是有100多个省，对，它分13大区盐的饼干，有盐的就因为饼干靠海边嘛，就会喜欢吃海，就比较是工厂做的。对，但是他们就是但是它这个沙布，我们现在就是4季都有做。4季都有做。过年的时候一定是卖最好，因为过年大家比较会送礼物一次。华西街夜市的附近里有一栋这种老建筑，你走过的时候很难不被它的外观给吸引。哎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这里是哪里呢？这叫青云阁。我跟你说它的故事，它是在日治时期啊，这里曾是艋舺最繁华的一楼之一，它有见证过当年万华最热闹的岁月。它现在经过修复之后，里面就变成一个像是茶馆啊、咖啡厅的一个艺文空间。其实现在看到的青云阁啊，并不是它一路被保存下来的样子，它是去做修复完成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它这栋建筑曾经面临过拆除的危机啊，后来透过了一些像文化保存跟修复计划，花了好久的时间才重新回到大家眼前。那修复团队啊，就看着那个老房子的照片，用着它原本的一些遗留的建筑构件，然后慢慢的去把它修复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调味比较偏重，但它的香菜的那种菜味是还蛮明显。爱香菜你很爱吗？好像来到钱柜坊吃水饺的感觉，因为它周边放着那种音乐。喇叭就在旁边。接着我们来到了华江整宅，这里啊就是台北少数还保留着早期整宅过后的一个社区。它其实是兴建于在1970年代，也是许多老万华人共同的生活记忆。走进来之后啊，最吸引人的其实不是某一栋建筑物，而是这些交错连接的长廊跟天桥，一层一层的往上延伸的这个空间感，还有搭配斑驳的墙面跟岁月留下的痕迹，好像让人走进了迷宫的一种错觉。也因为这样独特的气氛啊，所以这里常常成为电影啊、电视剧和广告的拍摄场景。听说连韩国的电影《夜叉》也曾经来这边取景过。这边好像以前的中华商场。对啊，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啊，还有楼下聊天的居民，还有巷口经过的一个脚踏车，你都会感觉到这个社区好像有一种很真实的生活感。红豆汤圆芋头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大红豆绿豆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。八宝冰。八宝冰，整体吃起来的冰啊是很细很绵的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入口就即化。我很少用那个入口即化来形容冰，但它不是雪花，对，它不是雪花冰。我终于吃到了100年的冰店了，超过100年的冰店。尤其是今天在外面走了一整天，就是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行程可以吃到龙都的冰，而且我们很幸运的是，今天刚好是可以吃到它的芒果冰，1年只有这一次开的。好了，吃芒果冰要早点来哦，谢谢。今天休息。听某一家老板说，他们被卡在冲绳。台风卡在冲绳，希望平安回来，下次再来吃。
水食堂啊，是一间在万华车站附近以牛肉面闻名的一个小吃店。那听说他们的牛肉面是传承3代，最有名的就是阿爸牛肉面，可以选半筋半肉或者是纯牛腱心。那汤头是用牛骨和多种香料慢火熬煮5个小时以上，所以喝起来浓郁但不会太重，牛肉也炖得很软烂。那除了牛肉面，这里还有一道很有名的叫做焦香皮蛋酥拌面，用皮蛋做成的秘制酱汁，所以吃起来是咸香开胃。听说那个皮蛋是米其林必比登的供应商所严选出来的一个皮蛋。看起来牛腱哦，这个就是软乎乎的，哇，超软的耶，很软呢。它的面条是属于 Q 弹，但是不会软烂的，是你喜欢的那种筋道的那种感哇觉。我喜欢吃的是阳春面的那种粗面。嗯。